那我们就开始。首先，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由Research Triangle AI 组织的人工智能系列讲座。今天的讲座是我们关于人工智能辅助编程的第二个。之前的讲座是关于用 GitHub Copilot 编写一个空间设计游戏。我会把这个讲座的这个链接放到 slide 的最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观看。今天的讲座是关于用另外两种不同的工具 Cursor 和 Ada 为大中型软件开发新功能。这也是我们组织的第三个项目。进行一个多月以后，把我们获得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在我讲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是也不用举手，因为我也看不见你们举手。大家就可以打开麦克风直接问。我会尽量回答。如果回答会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我就会放到最后再回答。当然了，如果中间就是问题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把这个让大家把这个问题都放到最后再一起回答。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有下面几项。首先是讲这个辅助编程工具的历史。这个会讲的比较短。然后是 AI 辅助编程的最新进展。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这个项目，RTAI 会员管理系统。然后我们会使用这个 Cursor 给这个 RTAI 会员管理系统开发一个新功能。然后是使用这个 Ada，也来开发一个新功能。然后我会就是简单的谈一下我的一些predictions，还有我的一些 tips。最后是就是答问。首先，关于这个辅助编程工具。在我们今天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编程工具出现之前，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们可能已经听过或者使用过下面几种辅助编程技术。首先是代码补全，就是 code completion。然后还有代码重构refactoring，代码生成code generation，代码分析code analysis，还有自动测试 automated testing 等等等等，还有可能一些别的工具。严格来说呢，他们都算不上跟这个 AI 有什么有多大关系。从某些方面来看呢，就是他们有的就是有这个智能的成分。尤其是这个代码补全。它的这个工作原理有点像这个早期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这种专家系统。今天呢，我在这里就不去讲太多这方面的。我们主要是谈这个AI 的辅助编程的呃就是新的工具和一些进展。大语言模型出现以后，把辅助编程技术就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就是你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这个高度已经到了哪里。呃，我们就先那个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大语言用大语言模型辅助编程，现在就是有哪一些技术吧。首先就是大语言模型 LLM can program。呃，就是我这里说的这个 LLM，就是这个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包括 ChatGPT，还有 Cloud，还有这个 Google 的 Gemini，他们都是可以编程的。就是一般的用户，你可能就是没有关注，或者是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新闻，或者自己没有试用过。但是如果说你回去试一试的话，就会发现这个 ChatGPT 啊、Cloud 啊这些都是可以写代码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这个大语言模型，他们是专门就是被训练来编程。包括这个OpenAI 的这个 Codex，还有包括一个 Hugging Face 的这个 Star Coder，还有这个 Meta 的这个 Code Llama，这都是专用的这种编程的大语言模型。但是就是这种模型和这个前面的怎么比较呢？就是哪一种更强呢？呃，基本上就是要看这个这种就是特殊大语言模型，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最新的这个通用模型上训练以后得来的。如果它是用一个旧的模型训练的话，它这个编程能力可能还比不上这个通用的这些模型。
呃，这个后面的话你们就会看到，然后这个我们有了这些可以就是会编程的这个大语言模型以后呢，现在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编程工具，这些编程工具的话就是利用这些大语言模型来帮我们编程序，我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叫做 private，就是私营公司推出来的，然后就是不是完全免费的那种，这里头就包括这个 GitHub 的 Copilot。还有 Cursor，还有这个 Gmod Code Assist，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免费的，它这个免费，就是不光是说不收费，然后它的这个语音代码，这个工具的语音代码都是就是你可以下载可以看得到。这个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叫做 Ada，还有一个叫 Clang，这个 Clang 原来是叫 Cloud Dev。我这里 highlight 的这三个就是，Copilot 是我上一个讲座讲过的，然后 Cursor 和 Aid 的话是我今天要讲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更新的一种辅助编程方式，这个叫做 Agentic Framework，这种 Agentic Framework 它就是除了编程以外，它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主要是编程，就是说将来的话，你们会发现这种 agentic 的 framework 会用的越来越多。这里我提到的，主要就是提到了这三个，一个叫 Meta GPT，还有一个叫 Agent Zero，还有一个叫 OpenHands，这两个都是就是完全免费的。这一个是有一家公司在背后，它是希望就是把这个用来就是 drive 它的 business。然后这个 agentic framework 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就是通过这个 multiple agents work together to complete complex tasks。当然了，它这个编程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功能。这里就是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上面提到这些工具，就是远远不是目前所有的模型和工具，也许有一些是我还没听说过，但是很好用，甚至超过上面的某些工具的。大家可以就是多关注这方面的新闻，自己去亲自去尝试一下，就是那些不同的工具。到目前为止，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放到最后再来一起问吧。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开发的这个系统，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功能。这个 RTI 会员管理系统就是用来管理讲座啊、项目啊，还有会员等内容的一个Web 应用。它的复杂程度我是把它就是呃分在这个中等里头，就是它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也不是特别简单。它是就是有一个前端，有一个后端，然后要用到数据库。我们这个系统用到的技术是用到了 Python，然后用到了这个 Django Framework，然后也会用到 SQL Database。主要的功能就是下面这一些。呃，这个系统一开始的设计，我们也是通过和这个 ChatGPT 合作完成的。就是你除了 ChatGPT，你其实也可以用这个 Cloud，也可以用这个 Cursor 来帮你，就是说做这个设计的这一部分。我在这里把这个，我和 ChatGPT 就是说一起来设计这个系统的这个也大概就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一开始的话，我主要是让他就是把我这个需求这个稍微扩展了一下，然后我就是问他说，What do you recommend to use to build this application？就是说他知道这个application 是干什么，就是做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让他在这两个里头去推荐一个，因为我是就是做开发的嘛，所以的话我还是对这些有些了解，我就让他从这两个里头去挑一个，一个是 Python。和一个 Python 的 framework，还有一个就是 TypeScript，还有React，还有一个那个 Node 的 framework，让他去推荐一个。
然后他就是给我做了一些比较，然后到后面的话，他的推荐就是说是用 Python with Django，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呃就是最后选的这个 framework 这个 design。然后后面的我就不继续介绍了。然后这个设计做完了以后，你这个项目的这些源代码存在哪里？就是我们是决定是存在这个 GitHub repository。嗯、就说我想目前的话，这大部分人的那个项目都可以存在 GitHub repository。GitHub 就是说即使是个人账户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有 private repository，所以的话呢，你可以用它来开发你的就是 private 的项目。我们这个项目是放在 GitHub 上头了。如果你比如说你想知道怎么样去在 GitHub 上头去操作初始化这个项目的话呢，你也可以用问这个 ChatGPT。然后这个开发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的这个呃，你要用这个来编程的话，一般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工作流程。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项目是专门定义了一个工作流程，然后也建立了一个看板 board。这个看板是一个 Agile 的一个工作流程吧，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灵活的工作流程。就是不同的组可能会就是使用不同的流程，所以这个看板呢也不一定是适合你们组的这个呃就是适合你们组，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组的这个需求去决定就是怎么样管理你的这个项目。我把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 board 就是看板 board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看板 board 的话这里有5个 column。第一个 column 就是这个你的这些任务开发任务还没有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就放到这个里头。这个一般是公司的 business analyst 或者是这个 product owner 他们来 create 这个 task。然后 create task 它不一定说马上把所有的那个内容都准备好是吧？所以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放在这个 backlog。等到他这个任务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任务挪到这个 ready，ready 就是ready for development。然后这个开发人员就是开发的时候把它放到in progress。开发人员开发完了以后就放到 in review，有这个 tech lead 或者是 senior developer 去 review 通过以后就放到这个 done 就是表示开发完成了。然后就是可以进入下一步，有这个测试部门去测试。这是这个看板的这个工作流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开发工作的这个工作流程的一个文档。这个这个文档是适合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就是说针对你的项目的话，可能会有你会需要准备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里是用 GitHub 了，然后我们是用的看板，然后是用的这个 Python 的这个 framework，所以的话，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特点来准备的。但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几个步骤，比如说prepare 啊，然后这个 run 这个 application 啊，然后 develop，然后 test and fix bugs，然后就是 create pull request。这5步，也许就是说对对每个大的项目的话，可能都需要。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准备用这个 Cursor 来开发呃第一个功能吧。首先什么是 Cursor？Cursor 是一个现在的一个非常流行的AI 编程工具。它在这个最近的几个月里头，它可以说是这个 state of the art，就是相当于是最好的这一个编程工具吧。将来当然了，它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一直做下去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在最近几个月，它就是还是非常多的人非常推崇它。然后这个 Cursor 的这个网站是在这里。我就不打开看了。这个你如果说想要知道怎么安装的话，你就到这个网站。然后这个 Cursor 是一个就是 private tool，然后它是有这家公司 own，这家公司名不见经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工具是非常好用的。然后你要用这个 Cursor 的话，你
应该说是可以免费来用，但是呢，它免费用的话，它是有一些限制。如果你是想用它的这个更高级的功能呢，或者是去掉那个限制的话呢，那你就需要付费。它的这个费用是一个月2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预付一年了的话，它有个20%的 discount，就是说一年是192。然后这个 Cursor 的话，它是支持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选择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它这个 Cursor 它本身它不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提供者，它是让你可以在这个工具里头使用这个 OpenAI 或者是 Claude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自己好像也有一个模型，我还没有去试用过，就是它的那个模型的功能到底怎么样，我还没有试用过。但是就是你既然如果你付款了的话，你是可以用这个 OpenAI 和 Claude 的最好的模型的，所以的话，这两个都是非常强大。但是就是 OpenAI 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最高级的模型叫做 O1 Preview。这个模型的话，在这个 Cursor 里头不是能够免费用的，你必须提供一个 OpenAI 的 API key 才可以去用。然后这个 API key 的话，就表示你用的时候你是需要付费的，就是另外给这个 OpenAI 付费。然后这个 有 Cursor 的工作方式最主要的有3种方式，一个叫做 Code Completion Mode，一个叫 Chat Mode，还有一个叫 Composer Mode。我就在这里就是很快的给您演示一下这个Code Completion Mode。就比如说在这里，这就是 Code Completion Mode。你在这个 Editor 里头，你开始敲的时候，它这个就自动开始给你，呃，就是出现这个你那个想要实现的这个代码的这个 completion。这个灰色就是表示这个不是这个 code 的一部分，但是你一个 type 的话，它就变成这个 code 的一部分了，然后你继续 type，它就给你实现了。所以就说它这个就表示这是一个给你生成的一个 new function，就是 check 这个 user 是不是一个普通的 user，而不是一个 admin。这里当然我只是演示一下这个功能，我现在也不需要。这是这个 code completion mode。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 chat mode。chat mode 的话，你就在这个里，在这个 cursor 里头，我现在打开的是 cursor 啊，就是呃，我在这里就不去介绍这个 cursor 的一些基本功能了，我就是直接介绍这个怎么用 cursor 来就是开发。然后你要打开这个 Chat 的话，你就打开这一个叫做Show All Commands。在 All Commands 里头，你就可以敲这个 Chat，它就会 Open 这个 Chat。Open Chat 的话，它就会打开一个 Panel，这个 on the right side。然后在这个里头，你就可以敲这个输入这个 prompt，就比如说 Help me。这个我在这里就写一个 prompt，说 Help me to write tests for models。呃，它就会在这里生成这个 code。看它就会先解释一下，怎么样，它的这些一些就是思考的过程，然后它会告诉你要安装这几个 dependency，然后它又会告诉你这个是你是假设说你是要 test 这个 class，然后它这个就是给你生成一个 test class。然后你需要做的呢，就是说，有几种办法，一个是 copy paste，你可以把这个代码的内容 copy 了以后，你自己生成一个新文件，或者是自己打开另外一个就是存在的文件，然后打开了以后把这个代码 copy paste 进去，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叫做 apply。这个 apply 的话，就是你把就比如说在这里，你把这个光标放到你这个要修改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就是指定的一个位置，然后你在这里 apply 的话，应该就apply to current file，apply to current file。这个它没有 apply，for some reason 啊。
但是这个是应该是它的这个使用方式，一个是 copy paste，一个就是 apply，apply 就应该是 apply this file to the file you select，然后它还会告诉你，比如说怎么样去 run 你的这个 test，所以这是这个 chat，这是 chat 怎么用。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演示的是要用这个 Composer Mode，所以这个 Code Completion Mode 和这个 Chat Mode 呢，我就只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会就是开发新功能，然后就会用这个 Composer Mode。然后下一步就是演示啊。演示的话，我们会严格的照着这个开发流程来做，因为这是我们是想就是演示这个用这个Cursor 来开发一个复杂程序的新功能是怎么做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呃准备严格照着这个工作流程。第一步，open 这个 project page，我这个 link 已经在这里，我在这里打开，然后我会take 一个，我把这个看看，我们就照着这个一步一步做啊。Find a task in ready column that I want to work on. Assign the task to myself. Move it to in progress column. 然后我准备用这个 cursor 来开发这个 profile page 的这个 task，然后我就一点它，然后 assign yourself，就把把这个 task assign 给我自己，然后我再把这个 task 挪到这个 in progress column，这就是第一步做完了。Assuming we have checked out the project, open it in cursor，我们已经打开了。In cursor, use git checkout to switch to main branch。嗯，就是我们会首先第一步是让我们的这个code 在这个 main branch，这个我们已经在 main branch，然后下一步就是 git pull to get latest code，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项目的话，一般来说是会有很多个不同的 developer 在开发这个项目，所以的话，你可能从你上次开发完了以后，已经有别的开发人员就是开发了新功能 merge 到了这个 main branch，所以的话，你在开发你的新功能之前，你最好是keep U branch up to date，所以你首先到这个 main branch。然后 do a git pull，这个 git pull 的话也是直接从这里就可以。git pull 的话，它会在这里就是显示这个 pull 的 status。我这个已经是 up to date，所以的话，这个 pull 也很快就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 create branch，就是说你在一个大项目里头，你买一个新功能，你最好是在一个 feature branch 里头去开发，而不是在这个 main branch，因为这个你有很多 developer 开发的话，你都在 main branch 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所以的话，我们要 create 一个 new branch。这个 new branch 的话，我们就是会要输入一个 new branch。我在这里是推荐要输入一个 issue name，把这个 issue name 放到我们的这个 branch name 里头。现在这个 issue 是 issue number 20，我们就把这个 branch 就叫做 issue 20，然后加上这个一个简单的 description issue 20 profile。然后我们就生成了一个 new branch，在这个cursor 的这个左下角，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 branch 的 name。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安全了，是在一个feature branch，就是我们做什么，就是即使是把整个 application 都 break 了，这个也不会影响别人。然后下一步就是要run the server and open the application。in Cursor, open terminal, run database migrations and start the server by running these commands。这三个 command 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安装这个 Python 的一些 dependencies，就是比如说另外一个 developer 开发一个功能，它新加了一个 dependency，那你就要先要
安装这个 command 的话，就是安装这个新功能。这个就没有什么需要安装的，就是这都是已经安装，已经在那里。但是就是如果说数据库有什么变化的话，这个就是保持我们的数据库 up to date。然后下一个 command 就是start the server，start the server 以后，它这个 server 就是在这个 URL。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程序已经有的功能。然后这个第二步做完了，然后第三步就是正式开始开发，这就是这个今天这个演示的重头戏。首先我们是用这个 New Composer to It's nine open o'clock. use 这个 New Composer to open Composer，然后 copy the task description to Composer prompt，然后就是 review the Composer response and accept the changes. If the database changes, open a new terminal and run this。我们先到这个这里头，New Composer。New Composer 的话，它就打开一个 New Composer 的 panel。这个我们还没有谈到过它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们就是很快就会见到了。我们要把这个 task 的 description copy 进去，我们就怎么样告诉它就是编什么功能，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task 的 description 写进去。所以这个 task 应该是最好是写的比较完善，然后这个开发的话就会更顺利。我们这个 task 已经基本上写好了，就是说这个 when the user is logged in, we should show the user's name on top right of the page. When the name is clicked, the profile page should be displayed, and the user can change the fields that are modified. 然后 profile fields 有这些。嗯，OK。它也是，它这个看起来跟这个 Chat 的这个 interface 有点像，但是就是你首先看到这个上头是显示的是 Composer，不是 Chat。然后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它这个生成的这个代码，这个 Chat 的话，它这个代码是直接显示在这里。而这个 Composer 的话，它这个代码它是显示的是一个个文件的名字 file name。就比如说这个 models 点 py，is changed，然后 forms views profile 的 html 这些都 changed。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 requirement 它就总共在这个1、2、3、4、5、6、7、8，它就 change 了8个文件。但是它的这个代码并不是说都在这里让你一个一个 copy paste 到你的这个文件系统。它这里是有一个，如果我们点进去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文件的内容，然后呃这个显示的是 div view，这个 models 好像没有变化。我先看一下这个其他的有没有 div，这里都没有显示出来。我在呃 reapply 哦，这个我们先看看下一页，我们先看一看啊，看看它这次有没有 suggested code user profile，这个 user profile 已经加进来了，这个是 existing，然后这个是 new，它应该在这个 div view 里头应该显示，但是它没有啊。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 div view 都没有显示，有点奇怪啊。我们先试试看这个 accept all，看看它会不会做什么。然后这里出现一个错误是吧？出现一个错误。
我先来看一下这几个文件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 forms.py、models.py、URLs.py，这都是刚才这个composer 改变的。就是说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个 project 是一个 fresh status。然后现在用了这个 composer，我就是它这个我们这个 accept all 以后，这些文件就改变了，而且它 create 了，就是创建了一个新文件叫 profile.html。所以它这个至少是已经部分 work 了。刚才这里我就是没有提到，就是没有说这个accept all，这个要解释一下。它这个 composer，嗯。就是你这里问完 prompt，然后他回答以后，你们在这个点这个 accept all 之前，这些虽然说显示了这个文件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它实际上现在这个 diff view 出来了，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现在这个 diff view，这个 diff view 就是表示你可以看得到，这种颜色的就是 new line，就是它呃，就是原来这个 model 是已经有这个 line、这个 line、这个等等等等，然后它这个增加了这个added these new lines，这是这个 deep view，这个 suggested code 就是只显示这个就是这个新代码，它不显示这个这个跟那个原来那个文件是什么个关系。这个 deep view 的话。如果说你对地府又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文件到底哪些部分改变了。所以的话，你在点这个 accept all 之前，这些文件你虽然看到它这个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 save 到这个 file system，它只是在这个 editor 里头，它这个 memory 里头，它是就是把这些change applied to the memory，but it did not save to the file system。所以你的这个服务器，你这个 server 它在 run，但是它是从这个 file system 里头 load 这个 code，所以它不知道你这个 file 已经 change 了。你必须要就是点这个 accept all 的话，所有这些 change 才会 apply。当然了，你就说你在这里检查这些所有 change 的时候，你可能发现它这个change 根本就不对，就是说，你那个就是不想把这些 change，you don't want to apply these changes。You can ignore, like you don't have to click that accept all. You can reject. If you reject, all the files changed in the memory will be reverted back to the original state。所以我们这里已经 apply 了，所以这个 file system 的话都已经 change 了，它总共 change 了大概6、7个文件。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 accept changes 了，然后 if there are database changes, open a new terminal and run Python manage py migrate，就是如果说有 database change 的话，你就需要这个 migrate。我们这里今天就是也有 database change。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server stop 这 server，然后我们来 migrate 一下。嗯，这里还是有点问题。我们看看这个里头有没有这个 profile。这里是表示这个在这个 core app views 里头还是 no attribute profile，就是表示这个 profile 没有在这里出现。按照这个的，按照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这个 views 里头，在这里，那应该 suggested code，suggested code 里头它会 create 这一个 profile，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里头好像没有 profile。所以就是这个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再来试试看，直接看看能不能 reapply。哦，
好，他现在把这个 profile 加进来了。哦，这里还有一步，这个我可能那个里头要写上，有一个叫做 make，有一个叫做 make migrations，这是这个 Python 这个 Django 的 specific 的一个步骤。我可能需要加到我的那个文档里头。就是这里你要 create 一个 new，你这个 model change 了，然后在这个 model change 了以后，它要先生成这个 migrations，然后你再 run migrations 以后，这个才会 work。所以我就需要先做这一步。这一步的话，它就生成一个新文件，叫做 user profile.py，然后我们再来 migrate 一下。好，这个 migrate 就成功了。然后我们再来 run server，就是重新 start 这个 server。嗯，OK，到这里 server，这个 server 还是在 run，但是我们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测试，就是叫 test。test 的话，我先注册一个用户，哎，注册一个用户，放个什么密码？这个密码是 enabled 123，大家帮我记一下啊，enabled 123，希望可以，OK，可以 save，然后登录一下，啊，login。这个功能就登录了以后，现在这个 link 有了，我们点一下这个 link，诶，这个还没有 work，看看我们的功能是要干什么。When the name is clicked, the profile page should be displayed。这个我们看看有没有 JavaScript error 啊？哎呀，那我们就回到这一个cursor，然后刚才的这一部分，这一个已经加上了，但是 click 这一个的时候没有打开这个 profile page，我们就告诉他，我就是告诉他说，When I click the user on the top right, I was not redirected to the profile page，然后他就会继续去这个 fix 这个 problem。Let's update the base HTML template to add proper drop-down menu。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做的。嗯。这个 diff view 一般来说，我更喜欢看这个 diff view，就是看到它哪些代码删掉了，这新增了哪些代码。它这里就是把这个 top right 的这个 menu 就有一些变化，我也不去细读了。然后我再看一下它这个是干什么用？add JavaScript 这个应该是不是就是这一部分不确定。那我们就 accept all，然后我们再回去测试一下。
好像还是不灵，是吧？不灵的话，我们再来试一试，希望不要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啊。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它这个 user is authenticated drop down，但是这个 drop down 它 click 它这个 drop down does not work。这个大家就说做开发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会经常碰到的，所以碰到的话就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解决的。主要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错误，就是 no JavaScript error，no backend error，so no error 的话is hard to fix。然后所以的话，它可能也在这里，是不是在这里拆，还是说怎么样？嗯，看看这次的话，就是这个有更多的嗯，it made more change，add 刚才的那个 JavaScript 没有在那里，我们看看这次是不是这个加了这个这次的 JavaScript 看起来好像是不是也在增加了一些新的 JavaScript，我们好，这个看起来跟刚才不一样了。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 menu 在这个 menu bar 的后面，就是它这里有个 logout，这个中间这个 link 应该是打开这个 profile page 的，但是被这个 block 住了。至少跟刚才比的话是有进步。我们就告诉他这个 symptom，然后让他去 fix，那就说let's fix the z index，呃，看看啊，这个 z index 不一定是很好 fix，而且它这个里头，我来看看，好，再来试试看，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之前我就碰到了，这个好像是要稍微费一点劲来 fix，所以我们再让他试一试。Try again, it was not fixed。他又就是 change 了这个 CSS again，我看看他这个 change 在什么地方。他这个 CSS 这个我也不确定他那个 change 在哪里。就是如果这个它应该在这个 diff view 里头会显示，但是这里我没有看到，所以的话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真正fixed。这里我 save 了以后，这个地方没有 refresh，我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它刚才基本上什么都没做。我看看再 reapply 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变化。对，这里的话，这个 save 了以后，它这个我的这个 server detect 这个 any change on the file system it will reload，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就 reload 了。基本上应该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到这里来再重新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 profile 就在这个 menu bar 前面了。然后我们点一下，啊、这个 profile page 就出来了。它这个 style 还这个 style does not look good。我们让它把这个 style fix 一下。The profile page is not properly styled。它就会要 update。然后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application 是用的这个 Bulma 的这个Bulma 的这个 CSS framework，所以的话，它也会知道，就是说它根据你的整个这个project，它知道你是用了这个 Bulma，它就会去这个add Bulma styles to the page。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就是一个进去看了，我就直接嗯、save 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看一看啊。嗯，好，这个里头它用到了一个 form tags is not a registered tag library。这个也许是一个 new dependency。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个错误发给他，呃让他来 fix。这个它是不是啊？这个有可能我是需要安装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呃，也许是需要 restart 这个 server。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是这个错误，the error is gone。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个profile page looks much better, right? Basic user information is her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in another column, and we can change add a profile picture。我这里大概试一试，看看这个 profile picture 是不是work 啊。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去不一定有足够时间去那个测试或者是 fix 它这个 problem，但是我们还是试一下吧。User save changes。嗯，哎，它应该显示这个 first name last name 我还没有停是吧？test 查这些需要吗？save OK。我们把这个 profile picture update 了，然后 last name first name，它这个有 first name last name 以后，它就把这个地方就自动显示 first name last name。开始它是显示的这个 user name，because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 fill in 这个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所以的话，它这个地方还是就是这个比较自动。然后我是希望这个地方显示我们的 profile picture，不过今天因为碰到一些问题，所以花了更多的时间，我们就不去演示那个功能了。这就是用这个 cursor 开发新功能。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还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有一个功能就是可能会有用，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开发用这个 cursor 开发了这个新功能。然后但是这个新功能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回到上一步重新去那个开发的话，你就可以点这个 checkout。这个 checkout 的话，就是把你这一步的所有的 change 都 undo all your changes in this step。这个很方便，因为这一步你看你 change 了 three files。If you manually go to three files to undo those changes, it will take some time。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 checkout 的话，就可以回到上一步。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这就是 develop 完了，test 和 fix 假设也完了，虽然说这里还是不是很完善，还有一些功能我希望开发，但是今天就不做了。那我们就这一步也做完了。然后下一步就是 commit changes, create pull request and move task forward。这个跟这个开发就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工作流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准备做的就是你在这个 cursor 里头去呃 commit 这个 change，然后 create pull request。我们首先一般来说第一步就是 view change。这个 view changes 就是让你可以在一个界面上能看到所有被改变的这些文件，然后你看看这些文件的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应该在 check in 之前就应该修改的，你就可以大概的过一下。然后这是view change，然后第二步就是 stage or change。嗯、我们在这里直接在这里，我们可以就以一步把这些所有的，呃，就是 stage 和 commit 一步做完，我们就在这里写上这个 issue 20 profile page，这是 commit message，然后我们在这里选这个 commit 没有，呃，commit 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些签名呢 are not staged，你就问你要不要 stage，你就说 yes 就可以，然后。然后它是告诉你要 push publish branch to push the change to GitHub。你这个 commit 完了以后，还在你的 local repository，你要 publish to GitHub，你就可以在这里直接点这个，它就 publish to GitHub。然后下一步是 open a pull request，你也可以在这个里头做，在这个嗯 cursor 里头做。Cursor 呢，它实际上它只是 open 一个 link，在 browser 里头 open 一个 link，你还需要在 browser 里头完成，就是点这个 create pull request 这一步。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 pull request，然后在这个 project page 那里，move the task to，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一个功能开发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从这个 in progress move 到这个 in review。然后后面的任务就是呃有这个 take lead 或者是 senior developer 去review 这个 pull request。这里我们就不继续介绍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主要的内容。这就是用这个 cursor 来开发一个新功能的一个演示。然后下一步我们是准备用这个 adder 来开发新功能。今天可能会稍微有点超时啊。这个 adder 的话，它是一个open source 的一个编程AI 编程工具。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自己的网站，然后它的所有的源代码都可以可以在 GitHub 上下载。就是说，如果说你信不过，你想去看看它的源代码的话，它这个源代码都在这里。这个 Ada 和 Cursor 比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说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也值得讲一讲。一个就是说它是 open source，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你要用 Ada 的话，你必须 bring your own model。你用 Cursor 的话，你用 Cursor，它在里头，它直接就是已经给你 pre-selected 的 a model，呃，就是你如果没选的话，它好像是用 ChatGPT 的那个 for all，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直接在这个drop down，在这个 drop down 里头，刚才我们有介绍，在这个 drop down 里头，你可以选这个别的 model，我一般都是用这个 Cloud 3.5Sonnet 的这个 model。
它这个 default 好像是这个 4.0，然后里头还有 O1 Preview，这个 O1 Preview 是要格外花钱的。然后这个 Ada 它是你需要自己提供 model，因为这个 Ada 它它这个没有跟OpenAI 啊或者 Cloud 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的话，它不能够说直接它给你提供这个 ChatGPT 和 Cloud 的 model，你要用 Cloud 的 model，你必须要到 Cloud 这个网站去注册一个账号，然后生成一个 API key，ChatGPT 也一样。然后你也可以用别的 model，还有很多人的话，他们都是在自己家里头，就可能有一个 server，然后在 server 上头 run Llama 啊，或者是 run 别的大语言模型，那他就可以用他那个家里头的那个大语言模型来 drive 这个 Ada。然后这个 Ad 虽然它本身它是不花钱的，就是完全免费，但是你要用它来开发呢，你还是如果你用 ChatGPT，你用 Cloud 的话，你还是要付费。这个付费就是你付的钱是给这个 OpenAI 和这个 Anthropic，呃，就是它是根据你用了那个 API token 以后，它就知道你用了它的 model，然后它根据你那个 token usage。来决定你应该付多少钱。我这里大概给大家看一看这些model 的这个价格吧。这是 OpenAI 的这个 model 的价格，它这个 4O 的这个 model 的价格是1 million input tokens 是2.5块，然后1 million output tokens 是10块。这个 input 和output 有什么不一样呢？input 就是你在这个 prompt 里头输入的这个问题，然后你输入问题以后，这个它还需要就是读你的文件，比如说你这个文件这个项目的 readme 啊，还有你的 existing code，那么那些的话都算在这个 input token 里头。然后它这个读了以后生成这个代码，然后回答的这个 response 都算在这个 output token 里头，那个是1 million，要花10块钱。然后不同的 model 的话价格不一样，这个O1 看看 O1 有没有在这里。这个 4O mini 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这个4O 要低很多。这个 1 million 2.5块，这个 4O mini 是1 million 只有1毛5，所以大概差10倍。这个 O1 Preview 比那个 4O 要贵很多。这个 1 million 45块，那个是2.5块，这个是大概贵6倍的样子。这是给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这个OpenAI 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们跟这个呃 Cloud 对比一下，Cloud 这个公司叫做 Anthropic.com，Anthropic。今天我这个网络有点慢啊。基本上可以说这个Cloud 的这个3.5的这个 model 的价格和这个 OpenAI 的这个 4O 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呃，但是这个从功能上来说，可能两者的功能也差不太多。我现在比较 prefer 用这个 Cloud，它的那个网站有点打不开，我就不花更多时间了。能不能问个问题？可以。你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个 Cursor 和 IDA 这两种功能？对，我还在，对，还会比较这里我们会继续讲。然后这个 Ada 的这个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very unique 的 workflow。首先这个 Ada 它主要的 workflow 它不是在这个 IDE 里头用，它是 suppose you use it from console，就是在一个 console 一个 terminal 里头去用。待会我会演示。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 unique workflow，就是它的 changes 是committed automatically。然后你的所有的 prompts 和这个 conversations，它也这个自动 save 了，所以就是你那个开发完了以后，如果说你想回来继续看你整个这个 feature 是怎么开发是怎么一个过程，
然后你可以回去继续看你的 prompts 和你的 conversation。这个我待会演示的话，你都会看得到。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就这个 add 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叫做architect 加上 edit mode。就说它有点像一个 agentic 的workflow。它把它的这个工作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说这个是由这个 architect 来做，architect 就做这个 design，然后也基本上也把这个 file change 也都做出来了。但是呢，要把这个file change apply to 这个 files，它就用另外一个 editor 去 handle 这个 edit model 就去把那个 architect 写好的代码拿去跟这个原来的文件去对比，然后生成一个 diff text，然后这个 diff text 就让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change apply to a text another text file。所以呃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他是推荐用一个 use a better model as the architect and a cheaper fast model as the editor。这个一个主要的好处呢，就是这样可能能够让你稍微就是 reduce cost。因为你用这个cheaper model as editor 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token 就会用到的 token 会少一些，然后你的那个 cost 就会少一些。呃，至于是不是说用了这两个以后，它的这个是不是比原来的更 powerful，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是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开发一个新功能吧。嗯、这个用 Ada 的话，这个安装是这样的，就是你首先你要有一个 Python，三点几，一般来说可能3.10或者3.11以后应该就可以吧。它那个网站上是说3.12，我用的是3.11。然后你有 Python 以后，你就 you run this command to install，就是实际上就是 pip，用这个 pip 来 install 这个 add-child 的这个 package。install 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用了。你用之前你需要就是生成一个API key。如果你用 OpenAI 的model 的话，你就要生成一个 OpenAI 的 API key，然后 export make it available to add。然后如果是这个 Cloud 的话，你就到 Anthropic 的网站上这个 API key，然后export to environment。然后你在这个 run add 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你是要用这个比如说这个 Sonnet 的这个 Cloud 的这个就是说最强的那个 model。这就是用这个 add 和用这个 Sonnet 的这个 model。今天我会用这个 Sonnet。嗯呃，这里我们也继续大概照那个工作流程走一遍。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 create 一个 new branch。我们用这个 add 来开发这个 guest homepage。我就先 assign to myself，然后这个我把这个内容先 copy 一下，待会可以用得上。然后把这个拖到这里来。然后我们照着这个工作流程的文档在那里？这里。第一步我们还是要 create new branch。因为呃我们现在还在这一个 issue 20的这个 branch 上面，所以我们需要change branch。我们这里就分2步吧，我们就不从这个 cursor 里头去操作了，我们直接就首先 switch to main branch，然后 git pull to get the latest code，然后 create 一个 new branch。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功能是嗯 issue number 7 guest home。
就 create 了一个 new branch。然后这个我们的 server 也已经在 run 了，我就跳过去。这一部分我们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是用 cursor，不是用 cursor，所以的话我们就直接是在这个 command line 里头用这个 adder，然后我们用这个 sonnet，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sonnet。我在这里稍微演示一下这个，首先 run adder 的话。他已经告诉我是用这个因为我之前已经选了用这个Sonnet as the main model，然后它整个就是 architect 和 editor 都是用的这个 Sonnet model，还有一个 weak model。这个 weak model 干什么用？具体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上次读的话，我只知道它有一个 architect 和一个 editor。它可能有一些，自从上次我用以后呢，可能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些工具都在 change very fast。嗯，如果我要用这个OpenAI 的话，我看看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告诉他用 OpenAI。嗯GPT-4o。OK。呃，好吧，就是说如果说我没有这个 API key，没有已经 set up 的话，我只 run 这个 edit 的话，它应该是 default 就 GPT-4o。因为现在我已经之前已经告诉他用这个了，所以他好像已经记住了。然后今天我是用这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说这个main model，这个 architect model 是用这个最高的这个 Sonnet。然后这个 edit model 我用这个HiQ 也是 Cloud 的，但是是稍微便宜一些的这个 model，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这些flag。这个打开以后，它就会告诉你，main model 是用的哪一个？main model 呃是这个 Sonnet 3.5，然后是 Architect，然后这个 edit model 是这个3.5HiQ。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weak model 也是这个 HiQ。weak model 我目前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这个进来以后，它就是这么一个，这是它的一个prompt 的。让你来输入你的问题的，就是在这个 command line 里头。嗯，希望大家都看得到啊。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requirement 已经 copy 了，我们现在就只需要把它 copy，把它 paste 到这里，update the homepage for guests。然后这个蓝色的是它的response，I'll help you to update the homepage for guests。然后他需要做这些事情。然后 share these files and I'll provide detailed instructions。呃 edit the files，然后他还会告诉你每一步，就是说，花了多少钱，就是他这个 input 和这个 response，告诉你花了这个大概0.34分，就是说这个输入和这个输出花了0.34分，这个 session 是表示你整个这个 conversation 花了多少，然后 message 的话是表示你这一个来回花了多少钱。所以它这个还会随时告诉你这个整个呃这个你一边在用它开发，你一边那个开销是多少。嗯，他就说他一开始他对这个 project 就是说 does not know much，然后他就需要读你的 file system，他就会说我要读这几个文件，然后你就回答 yes 就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就是 yes for all，然后你就告诉他这个所有的都可以。
然后的话，他如果说要读几个文件的话，你就一次就回答他了。然后这个经过这一个以后，嗯，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是大概是花了0.4分，上一个人花了0.2分，然后整个人加起来现在还不到1分钱，大概0.95分钱。然后他还要读更多的文件啊。然后他就开始这个 architect 就开始来make changes to the files，然后 update the home view，这个 home view 要改一下，然后这个 home HTML 这个 HTML template 要改一下，然后他就说下面就问你说，edit the files，你就说 yes。这些 yes 这一步，实际上你是可以完全跳过的。就是说你在 run 这个 add 的时候，它有一个 flag 让你完全跳过所有这些，它就直接就是 proceed without asking。那样如果说你比较熟悉了，你信得过它了，那你就可以用这一个。就是我目前演示的话，当然是希望就是把每一步跟大家就是让大家看清楚。然后这个已经 applied edit，这个 applied edit 应该是用这个 edit mode 做的吧？嗯，然后他还发现，这个 run 的时候有一个 lint error，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个 lint error 的啊。但是他可以 fix 这个 lint error，那我们当然就让他去 fix。好，现在他就回到了这一个 prompt 的这个 architect 的这个 prompt，就表示他的这个开发，就说这个整个开发已经做完了。然后这个价格就是说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整个 session 就是说整个从你那个提出这个需求，它中间这个来来回回，加到一起，这个是花了4分钱，就是0.04刀了，总共花了4分钱。嗯、所以的话，这个也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如果说你对呃用这个 Adder 这个会不会让你破产呢？这个你可以就是说用一段时间试试看，看看它到底就是说这个这个模型就是大概 cost how much，你可以根据这个随时可以跟踪。当然了，你在你这个Anthropic 的网站也是可以去随时查看你已经花了多少钱。我大概在过去2周里头，做了就是比较多的 experiment，主要不是用这个 Adder，而是用了一些更复杂的 framework，他们那个用 token 就用的非常多，所以的话，我大概过去十几天的时间花掉了，在这个 Cloud 上头花了5块多钱，然后在OpenAI 也花了个5块多钱。但是如果是用 Add 的话，我想可能顶多也就花个1、2块钱就能够开发就是比较多的功能了。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就测试一下，我们先 log out，因为我们开发的是这个就是这个 home 这个 guest 的这个 homepage。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guest homepage，我们没有 log in 是吧？我们 log out 了，然后这个 guest homepage 里头看到的就是呃有这个 welcome to，然后 here are our seminars become a member to attend。click 这个的话就把你带到这个 register page，然后这个上头可以看得到这个 list of seminars。我们看看跟我们的需求是不是基本上符合啊？Welcome to the here our seminars become a member to attend，然后这个 become a member should be a link to register，然后 seminars table should show active and complete seminars sorted in descendant order of date。我们看看它是不是 sorted，这两个都是同一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它基本上是照着我们的这个需求开发的，而且就是没有任何的 bug。当然了，这个功能跟上一个功能比是要简单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走得非常的顺利。呃，然后
这个流程我们就不继续往下走了，就是说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超时了，我们就继续呃把这个讲完。下面我就是稍微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 prediction，这个不一定对，呃，就是关于这个 AI 辅助编程，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工具，包括这个 Cursor，包括这个 Ada，包括其他我之前提到的工具，比如说 Copilot，他们慢慢的都会就是说支持这个 model selection，尤其是这个 Bring Your Own Model。现在这个 Cursor 还不支持这个 Bring Your Own Model，然后 Ada 的话是支持的。然后还有别的很多别的工具，他们慢慢的，我想他们都会支持你选择不同的模型，因为就比如说这个现在最流行的两个是ChatGPT 和这个 Cloud，但是有一天这个 Cloud 和 ChatGPT 不是最好的模型了，然后它这个工具它就必须要跟上这个潮流，就是让你能够switch to the best model 是吧？所以的话，这个肯定是他们会要支持的。然后 Bring Your Own Model 的话，也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因为觉得这个模型太贵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希望看看我自己的模型这个性能怎么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都还是希望用他们自己的模型，所以这些工具有可能大部分工具都会支持这个功能。然后就是这个 private and open source tools will keep getting better。but neither will prevail over the other，就是说他们都不会，就是说打败对方，就是这个private 和这个open source 的这些工具，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打败对方，因为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就是很多创新呢，就是说现在是发生在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 tools 里头，然后但是这个 private 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说他们有更大的财力去开发就是说更强大的工具，所以的话，这就是一个创新和一个啊、这个资源的一个竞争，但是至少在近期内，就是都不会说打倒对方，这是我的一个预测。然后就是说，new exciting tools will continue to emerge，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有这些什么呃 Copilot 啊，还有这个 Cursor 啊、Ada 啊，还有一些别的工具啊，就是说在这些工具以外，还会有更多的工具不断的涌现，因为这个这是一个就是 exciting，it's an exciting area，a lot of people are putting time and resources into it。然后还有一个预测就是说 multi-agent AI coder，就像这个 Meta GPT，像这个 Agent Zero，还有像别的，they will become more popular。就不一定是说我说的这两个，就是说也许这个 Meta GPT 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早，他们还发了很多的论文，但是就是也不一定是说就是这两个工具会变得就是最 popular。但是就是这个 multi-agent 的AI coder 这一类型的工具会越来越 popular，可能从这个现在的比如说1% 的这个 market share will become like maybe 20%、30% of market share，这个是我的一个预测。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你就是说非常的关注这个 AI 辅助编程的话，你就可以现在就开始关注这个 multi-agent 的这个 AI coder 这些 framework。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的 tips，就说这是我的自己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吧，这不一定正确，就是但是反正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觉得有用就行了，有用最好，没用也没关系。首先是这些工具都很强大，大家刚才看到了，比如说这个 Ada，你把那个直接输给他，然后就 yes yes yes，最后就开发就完成了。Cursor 实际上当然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因为这个今天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功能稍微复杂一些，所以的话碰到了一些 hiccup，但是实际上它这个 Cursor 的使用的方便程度还是要超过这个 Ada 的，所以的话这些工具都很强大，但是你要有效的使用呢，你还是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去学习。就是我用这些工具的话，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所以看起来我
用的比较熟，所以你不要就是希望我那个今天看了这个视频，明天我就希望它一下就能够非常好用，所以大家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然后就说这些工具也会犯错，会出现幻觉。大家就说听说过这个大模型会出现幻觉，这些工具它是用的大模型，他们用的这个大模型还是会出现幻觉，就是有时候你这个代码看起来完全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它那个里头的某一个 function 啊、某一个库啊、API 啊，实际上不存在，就是它是看多了代码以后，他就觉得哦，好像可能会有这么一个 API，他就放到那个代码里头，你一 run 的时候就发现完全不 work，所以这是可能的。然后就是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就是说呃你你就是知道它很强大，但是你还是要就是用它来做事的话，还是要一步一步来，要给予它很多的耐心。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要开发大规模的那种程序的话，你还是要经过不断试验来找到一个合适你自己的工作流程。因为大项目的开发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个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组一起工作啊，也很多不同的开发人员一起工作啊，然后你的代码是放在哪里啊？然后你们用的是这个看板的还是挨脚的一个工作流程？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这个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所以你就是还是需要就是不断的去试验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流程。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这些技术和工具还在快速进化，所以的话，你今天学到的东西，可能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过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Ada 的这个使用，也许它也还会发生变化。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在用它的话呢，一边用你还是最好是跟踪一下它一些新功能呢，可能会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用了，这些你还是需要去关注。然后这个是一些 resource，到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所以呃就不讲不介绍了。然后后面就是回答问题，这个是另外提一下，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这个网站，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Twitter 的一个账号，然后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有一个YouTube 的频道，我们那个包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啊，还有以前的讲座，以后的讲座都会放到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就是希望就是听到这个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 Twitter 和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群。那讲座就到这里，差不多1个小时，1小时20分钟的样子。下面我们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给给大家回答。